你好，我是廖佩薇。我们又到了这一周的天使卡，一样用大天使神谕卡，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的生命是需要被指引的。现在人说句实在话，真的常常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或是自己要什么。有一本科普书吧，我已经忘记是哪一本科普书写的，说要叫人家问说你的热情是在哪里，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事情。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人知道自己的热情在哪里，好像已经变成低于20%了。所以有些时候天使会给你一些指引，当你知道你该怎么做，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想我们这一周都浸淫在天使的祝福中，好吗？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为你一一解说天使的祝福。如果你抽到的是4号，我觉得这张牌是我心里的梦想，所以我从它第1号开始解释。展开你的翅膀。有很多的个案会问我说，为什么我要去这么的去面对自己，或诚实的自己？然后甚至现在很多人会觉得我讲话很直接，我的直接不会伤害人，但是我会直接表达我自己的意思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自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有被自己困住了吗，亲爱的？所以这张牌卡它告诉你的是，展开你的翅膀。大天使亚列尔告诉你说，现在不要退缩，此时正是时候，而你现在已准备好起飞。我想你准备了很久，只是还没有起飞而已，所以让自己起飞好吗？我觉得愿意让自己飞翔，让自己起飞，这样子的一个冒险心态，就多了份自由。也就是你没有太多的框框架架告诉你说不可以那样，不可那样。所以我们中国人、华人就有很多的束缚。我有一次曾经想过，有个人问我说，他可不可以就活得很自我？我实际上很直接的回答他说，在华人世界里面，因为比较没有个体化。如果你今天问我美国人，我觉得他们本身从小就是被教育成个体化，我们没有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家族下长大，从小就会有很多的制约。所以你愿意飞翔吗？摆脱一点点制约都是飞翔，不要要求自己太高，要求自己太高反而更做不到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，就是你愿意飞翔了，表示你越来越贴近你的自由。如果你抽到的是2号，大天使汉尼尔告诉你说，你现在对能量与情绪非常的敏感，尊重你自己与你的感觉。你是个敏感度很高的人吼。如果你是个敏感度很高的人，你要记得好好的运用自己的敏感度，不要否认自己的敏感度。在我没有从事占星工作之前，我实际上非常厌恶我自己的敏感度。我觉得为什么别人都没有感觉？比如说我那时候在台北工作，然后我的同事可能会有一些小伎俩，我跟另外一个比较贴心的同事聊，他都会说，有吗？你想太多了吧？可是当可能事情经过1-2个月之后，我的猜测是对的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累哦，我需要一起去感觉到别人的情绪，我又没有办法消化。所以我后来走的这条路，我知道我怎么消化我的情绪，是我第一个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第二个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敏感度用在对的地方，因为有时候要咨询真的是需要有些敏感度的。就像我常常提到说，有些咨商师或许他真的是个心理师，他有证照，可是他没有敏感度，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是那么优美的事情。原因在于他没有敏感度，就会造成一个状况，就是他可能只是懂学理，可他不知道你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所以你是敏感的人吗？相信你自己的感觉，并尊重你自己的感觉。我常常讲一句话，你的感觉是对的，不要否定你的感觉。常常很多人会否定你的感觉，但是你自己不能，你不要否定你的感觉。你现在要尊重你自己现在的感觉，好好的对自己，好吗？不要因为别人否定你的感觉，你就觉得都是我的错，我想太多。不，
你有你的感觉，你有权利有你的感觉，只要你不拿来攻击别人，我觉得你都拥有权利相信自己的感觉，好吗？ OK， 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3号，天使告诉你的是一切安好。耶利米尔他告诉你说，所有的发生一切完全是依其本来的本貌而发生，你很快就会明了其中隐藏的祝福。这张牌卡给你，我想给很多人会有一种温馨跟安心的感觉。如果你一直想要有这种安心跟温馨的感觉，我想让自己放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我的咨询室试试看催眠，让自己可以长久一直处在放松的那个感觉里面，你就会知道人生是有多么的美好的。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说我喜欢我的工作，因为我觉得那真的是我热情所在。所以我就当这样的状况下，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安好，是舒适的。我希望你抽到这张牌卡的你也可以有这种感觉。你最近是不是有为某件事情害怕了呢？或是为某件事情担忧了呢？它会是安好的，它会依它本来的样貌而出现而发生。可是它本来的样貌是什么样子呢？不见得是你要的样子。所以这时候你的内在空间有多大，就有多大的祝福。现在了解我的意思齁？亲爱的，好好的感觉自己，好好的贴近自己。有很多人在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完全没有准备好。如果你来我的咨询室是完全没有准备好，我真的会用你的方式来配合你，就是你只是要知道答案，可是你不知道原因的时候，你会一辈子困住。生命有时候是这样子，因为你的内在如果没有丰盛的话，你绝对不敢去做很多事情，所以你的外在绝对不太会丰盛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好吗？所以我常会说要增加内在空间，就是你才会去做很多你可能之前不会去做的事情，这样你的丰盛度就是现实中的丰盛度就会提高很多。这就是抽到3号牌卡告诉你说一切安好，那一切安好的定义由你决定，好吗？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1号，超感应力大天使拉圭尔告诉你说，注意你身体跟情绪上重要重复上出现的感觉，它显示神圣的指引。如果你是有习惯静坐冥想，或是有些人在放松的时候，比如说催眠的时候，或是我上次说喝了红酒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你会懂得放松，放松之后你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如果它不断的一直重复，我觉得你要记得要提醒自己，也要提醒自己要注意，也许上天正在用某一种方式，或是你的内在用一种某种的方式来提醒自己，有些事情可能要发生了。那它发生的时候，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它呢？我举个例子好了，这个叫超感应力，真的是要注意的。占星差在某些时候是我都会用法达来看。我就是因为我学古典，所以我会用法达，可是我也又喜欢现代，所以现代的 transit 它实际上是可以看出每一天的行运，可是它多数是在心理的部分。有那么一天我觉得我好沮丧哦，我什么事情都不顺，到了晚上10点多，我觉得有点疑惑，我自己去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星盘，那发现原来我这天我的金星被火星破坏的这么严重，我自己就觉得我没有注意到。那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分享了这件事情，他就跟我说，那你注意到会有什么差别吗？我觉得会有，你就会知道说你的心不要被自己捆绑住，不要随着外境的所有一切跟着起舞，那真的很累，真的很累。所以如果你常常觉得很累的情况下，我当然非广告时间，你可以到斯多利来做身体。第二个就是你可以试试看我桌上现在摆些的精油，有些精油真的可以放松你，尤其是我觉得我蛮推荐的那支呵护贝质的精油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因为有蛮多个案分享说他觉得很放松很舒服，然后甚至上洗手间都顺很多，所以也许你可以借助一些帮忙，让自己
可以增加更多的力量，好吗？那如果您抽到的是5号最后一张，也许5号跟你有很大的连结，那他的答案就是咨商师。大天使艾瑟瑞尔告诉你说，你是天生的咨商师，许多人受惠于你的指引而再度恢复信心。也许你会告诉我，我不是咨商师啊，可是也许你有天生的那一种感觉，让别人愿意为你吐露心声。那也许你不批判，也许你尊重别人每个价值观，所以你没有批判别人的东西，所以你给很多人信心。感觉到自己是吗？是的话，勇敢的往前走一步，去做更多需要帮助别人或是帮助自己的一个方式，我觉得你会有所成哦。我特别抽这张是因为有些时候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。你如果抽到这张，我会建议你训练心理，我会建议你去参加身心灵团体，或是我建议你去学一些命理也 OK 都可以，就是很棒的一个咨商师的人格体质。所以好好的去看到自己的美好，你有看到了吗？比如说超感应力，你如果抽到1号，你有感觉到你身上常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出现，你有去珍惜它吗？你有去尊重它吗？尊重你的感觉，你就会知道你是不一样的个体，每个人都不同，我们无从比较，也无需比较。需要比较的是什么？我现在跟以前有没有进步了？这样的一个才叫做自信的表现，而不是我跟别人比较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都好厉害，我都好厉害。这样的情况下叫做自恋。自信是真的，我跟我自己比较，我也可以觉得我真的不错，我进步了，而不是跟别人比较。这样子的人生才可以更开阔。我再次重复一次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内在空间越开阔，你心灵的空间越扩展的越大，你外在的世界一定丰盛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觉得你可以去做很多事，而不会局限在你小小的恐惧、小小的害怕、小小的焦虑里。我想大家都懂我的意思。我想你会听到天使给你的祝福，也会听到我给你的祝福。你在听这个的时候，应该是接近过年，或是过年的时候。希望你有一个很好的新年，很快乐的新年，跟一个很快乐的自我。感谢你今天的参与，拜拜。